你看看，对比一下新加坡和印度，台灣的政策必然導致生育率崩塌。台灣學了印度縱容台女索要開台費，又要學習新加坡不許男人硬核，結局當然只能是被台女搞崩生育率。台灣所有正在被台女勒索開台費、聘金的男人們，你們好，我是透過國外待遇已經擁有了15個孩子的中年立功。今天我不跟你們談那些虛無縹緲的性別理論，我只從我個人的實戰經歷出發，給台灣提供一個能夠精準提升生育率的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本影片完全不涉版權，你們可以隨意搬運，素材可以隨便拿去用，連抄襲都不需要跟我說。我做這些影片完全是出於拯救人類、拯救華人生育率的使命感。這個方案其實很簡單，就是破除女權詐騙，普及代孕生出來的孩子完全健康的事實，普及人類起源於非洲，任何地方的女性都可以為台灣人生下健康聰明寶寶的事實。今天我就帶你們來徹底戳破官方和那幫撈女共同編造的天價謊言。當台灣女人理直氣壯地在網絡上索要台女自助餐開台費的時候，他們最常用的借口通常都是那句：我們不敢生小孩，是因為台灣男人太窮了。現在我請各位先停下2秒鐘，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直觀感受。你們覺得，在那些台女的眼裡，他們口中所謂的窮，到底是指資產多少錢以下？是買不起房，還是年薪沒有破100萬？我先來給各位一個顛覆認知的結論，這個數字絕對在25億美金以上。這可不是我瞎編的。最近美國聯邦法院和華爾街日報才剛爆出一個轟動全球的超級跨國大案，一個叫羅昌麗的對岸女子在美國處心積慮地盯上了 NBA 雄鹿隊的老板 Wizards。 這位雄鹿隊老板身價高達25億美金，結果這個女人的胃口大到什麼程度？她一開口直接向這位億萬富豪勒索整整10億美金。不僅如此，她還瘋狂騷擾老板的家人，威脅要毀掉他的投資人。但好在這位雄鹿隊老板沒有選擇吞下去，他直接報警。美國聯邦檢察官和 FBI 聯手布網，就在這個女人試圖買機票逃回對岸，那個可以讓她隨意誣告，那個整天產生大同排鋼化膜笑話的地方之前， FBI 直接在機場把她當場逮捕。現在她交了50萬美金的保釋金，正待住電子腳鐐，等待下半年的審判。雄鹿隊老板也已經表態會親自出庭作證，徹底撕碎這個女人的面具。各位看出問題了嗎？資產25億美金，在全世界呼風喚雨的 NBA 球隊老板，在中國女人的收割劇本裡，依然是一個可以被敲詐10億美金的冤大頭。所以台灣的兄弟們，千萬別再落入所謂的不夠努力、不夠有錢的自我懷疑陷阱裡。窮只是他們實現精準定向敲詐，把婚姻和繁衍當成高溢價資產變現的遮羞布而已。我想再請各位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真實感受。在台灣，你们是不是也天天看到台灣當局和各路側翼專家在媒體上不遺餘力的抹黑、妖魔化代孕？今天我就帶你們來徹底戳破官方和那幫撈女共同編造的天價謊言。為什麼台灣的生育率會和對岸一樣，直接跌到全球倒數第一？難道真的是因為經濟不好嗎？不，經濟只是表象，真正的核心是，這是一場由政府高地價政策、高房價體制與極端女權聯手打造的聯合收割機。在台灣，你想要結婚，你得先買房。台灣的房價鎖得比高得離譜，年輕人要不吃不喝15年才買得起一間小套房。這背後是誰在分贓？是高達7、8成的土地財政，是那些躺住抽稅的既得利益者。而台女在這個體制裡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扮演了催債人和執行長，他們把政府壓榨男人的工具，也就是房地產，直接變成了他們所要開台費的底牌。他們一開口就是沒有登記在名下，沒有車子，沒有幾百萬聘金，我就不跟你生小孩。那些抹黑代孕的宣傳天天在網絡上渲染，去國外代孕那是天價，一般人根本消費不起，這純粹是謠言。我承認，在美國走完第一步流程，確實需要大約10萬美金的門檻，但他們死都不會告訴你的是，現代高科技繁衍的底層邏輯，根本不是傳統婚姻那種效率極低的生一個結一次婚，它是一場工業等級的成本邊際遞減的降維打擊。兩岸的兄弟們，聽好了，真正的醫學事實是這樣的：一個年輕健康的卵子捐贈者，根本不需要什麼複雜的醫療干預，僅只需要使用最簡單的促排卵藥物，一次性就可以安全地產生接近30個高品質的卵子。法規規定一輩子只能捐6次，那不是因為影響健康，
只是為了避免近親結婚，限制一下孩子數量而已。透過現在成熟的胚胎培育技術，這30個卵子可以直接轉化成20多個高度健康的受精胚胎。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這20多個胚胎全部都是你手裡隨時可以啟動的生命資產。在第一個10萬美金的基礎成本砸下去之後，由於你已經擁有了足額的胚胎儲備，接下來你每增加一個孩子，只需要多支付1萬多美金的植入和孕育手續費。10萬美金入門，1萬美金就可以批量批發，你生5個、10個，甚至像我一樣生15個孩子，平均下來每胎的成本低到令人髮指。你拿這個數字去對比一下現在的台灣婚姻市場，在台灣，你娶一個台女，買房買車，掏空3代錢包去支付那高的離譜的自助餐開台費，結果呢，你花了幾百上千萬新台幣，最後可能只換來一個天天指責你、威脅你，甚至連一個孩子都不願意幫你生的活祖宗。如果你還想生第2個、第3個，他還要繼續跟你要條件，繼續剝削你未來30年的勞動價值。相比之下，國外高科技代孕這套1萬美金多生一個的硬核純技術路線，難道不比台女那無底洞一樣的開台費便宜太多，划算太多了嗎？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拼了命的抹黑，拼了命的給你們打思想鋼印。因為一旦男人們都算明白了這筆賬，誰還會去當那個背負30年房貸、跪求台女開台的愚蠢韭菜？我想再請各位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真實感受。在台灣，你們是不是也天天看到台灣當局和各路專家在媒體上不遺餘力的抹黑、妖魔化代孕？我今天先不談什麼高房價，不談土地出讓金那些吸乾你們骨髓的壓榨工具，我們就單純談論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也被政府和輿論打上了一層牢不可破的思想鋼印？這個鋼印的內容就是代孕出來的孩子不如台灣女人自然生育的孩子健康。我甚至可以坦白地告訴各位，這個思想鋼印正是導致台灣和大陸生育率同步雪崩的隱藏核心。因為連我自己在過去長達30年的時間裡，都曾深陷在這個鋼印的泥潭裡。我不缺錢，我完全不缺去美國進行高科技代孕的資金。大陸那套龐大且精密的宣傳系統非常成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成功的在我的腦海裡築起了一道高牆，讓我一度以為美國的現代高科技代孕真的就像他們天天在媒體上抹黑、妖魔化的那樣不堪和危險。但在兩岸婚姻市場的重重收割下，在看透了所謂的道德綁架之後，我徹底走向了極致的理性。我今天就把話敞開來說，對於一個只想傳承血脈、拿回自主權的普通男人而言，生孩子的本質就是基因的延續。只要不影響孩子的基因和健康，我完全不介意採用最極端、最機械化的手段。無論是通過最頂尖的實驗室高科技干預，還是退一萬步說，哪怕是用藥物去控制，用冰冷的鐵鏈去束縛，去強制讓一個工具完成生育任務，在生物學和我的個人目的層面上，我都毫無心理負擔。我唯一的顧慮，唯一的底線，一直都和你們一模一樣，從來就不是那些虛偽的道德說教，而僅僅是孩子的健康。正是因為這個對健康的顧慮，才讓我傻傻的花了30年時間，試圖去交什麼開台費，試圖去跪求一個女人結婚。在這個思想鋼印裡，我整整掙扎了30年。但現在回看，我是一個極其幸運的人。在這漫長的岁月裡，我遭遇過2次足以讓我傾家蕩產的連環敲詐。第一個撈女處心積慮地試圖詐騙我深圳的房子，結果因為我當時死堅持要在香港買房，他的算盤落空，我這才僥幸未能得手。直到3年前，我才知道香港實行的是英國留下來的法律，詐騙彩禮是要坐牢的。而第二個撈女更狠，她幾乎已經走到了得手的最後一步。可也許是天不亡我，在最關鍵的時刻，匯豐銀行突然拒絕了貸款。那個撈女以為這場詐騙徹底失敗了，她竟然自己主動撤退了。這2次在懸崖邊緣的驚險逃生，讓我徹底看清了婚姻市場的本質。而真正把我腦海裡那個健康鋼印砸得粉碎的，是後來那起轟動世界的大陸江蘇鐵鏈八孩案。當時這個案子爆出來的時候，我睜開眼睛仔細一看，嘿，我的世界觀被徹底顛覆了。在那樣極端惡劣、幾乎毫無現代醫療和營養可言的環境下，那8個孩子生下來居然毫無問題，一個個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更讓我震驚的是後來的結果，在那個幾乎為零，甚至可以說是荒漠般的教育資源下，那8個孩子長大後考大學的成績，居然完全不輸給那些天天高強度打雞血、
靠無數金錢堆砌出來的衡水中學流水線學生，就在那一刻，我徹底醒悟了。所謂的自然發育更神聖，傳統家庭更健康，根本就是高價婚姻市場為了防止男人逃票，為了讓你們乖乖交出開台費而編造的底層謊言。連在那種最原始、最極端的環境下生出來的孩子都能如此強壯，那我們在美國，在現代最頂尖的實驗室裡，通過高科技基因篩查，在最科學的醫療監控下代孕出來的生命，有什麼好擔心的？所謂的健康焦慮，不過是這個社會為了讓你乖乖支付成百上千萬元的彩禮、房貸、開台費而精心設計的認知枷鎖。他們必須讓你相信，只有通過高價婚姻跪求來的孩子才算完美，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把你死死地拴在收割鏈條上，讓你當一輩子的免費苦力。當你砸碎了這個思想鋼印，你會發現，那曾捆綁你30年的婚姻勒索，瞬間變得一文不值。當宣傳的謊言在現實的驚人真相面前徹底失靈時，我才明白，所謂的溫情與道德，不過是強者用來規訓弱者，撈女用來榨乾底層的工具。只要能保證後代在基因和身體上完美無瑕，中間的繁衍過程究竟有多冷酷、多機械，根本無關緊要。看到了真相以後，國外代孕就是一個無所謂錢多錢少的事情了。反正我的錢絕對沒問題，當然整個過程也沒什麼意外。我的15個孩子，作為一件事實也充分地證明了，所謂的自然發育更健康，根本就是高價婚姻市場為了防止男人逃票而編造的底層謊言。兩岸的兄弟們，清醒一點吧，用現代高科技醫療技術進行的篩查和繁衍，在生物學上是對傳統自然受孕的降維打擊。第一，在實驗室裡，精子和卵子是通過最嚴格的基因篩查 PTA-M 技術組合在一起的，它能直接在胚胎階段就過濾掉成百上千種先天性遺傳疾病和染色體異常。而自然受孕純粹是在拿孩子的智商和健康在賭博。第二，海外合法的代孕母親必須通过極其嚴苛的身體指標檢查、心理測試和子宮環境評估。他們沒有台灣女人的貪婪，沒有那些不健康的生活作息，他們是在最科學、最穩定的環境下孕育生命。所謂的自然生育更神聖、更健康，本質上和鑽石代表永恆一樣，是這個社會為了讓你乖乖支付成百上千萬元的彩禮、房貸、開台費而精心設計的認知枷鎖。他們必須讓你相信，只有通過高價婚姻生下來的孩子才算完美，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把你死死地拴在收割鏈條上，讓你當一輩子的免費苦力。當你砸碎了這個健康鋼印，你會發現，那曾捆綁你30年的婚姻勒索，瞬間變得一文不值。當然，我今天說了這麼多，我知道屏幕前肯定還有另一部分的男人，你們出於各種原因，依然執着於傳統婚姻，依然想在台灣本土找個女人結婚成家。那我告訴你，轉發我這條視頻，對你非但沒有壞處，反而有着巨大的真金白銀的好處。你想啊，傳統的台灣婚姻市場為什麼開台費越要越高？台女為什麼能騎在你們頭上漫天要價？本質上不就是因為供需失衡嗎？他們壟斷了繁衍的渠道，而你們這幫男人還在傻傻的排隊搶購。但如果你們把這條視頻轉發出去，讓那些手裡不缺資金、不介意現代高科技繁衍，僅僅只是擔心孩子健康的男人看到了真相，會發生什麼？他們腦海裡的思想鋼印瞬間就會被砸碎。這批高質量、有消費能力的男性會轉頭立馬收拾行李，直接去國外做高科技代孕了。這就意味着他們會瞬間從這個只有台女自助餐的畸形婚姻市場裡徹底抽身，人家不玩了，直接退赛了。你仔細想想，這批最有利、最捨得花錢的競爭者一夜之間全消失了，你不就少了一大批跟你搶奪資源的對手嗎？當退賽的男人越來越多，市場上的台女就會面臨嚴重的供應過剩。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再也找不到可以接盤的冤大頭，那把高懸在你們頭上的開台費、彩禮費，為了把自己推銷出去，不也得跟着市場規律被迫降價嗎？所以，無論你是想徹底逃離這套收割系統的覺醒者，還是依然想留在系統裡的堅持者，轉發這條視頻，都是你們聯手做空女權、拉低開台費的終極武器。兩岸男人一起聯手，把真相傳出去，讓這個畸形市場的價格徹底崩盤。